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不确定是否会达成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人员的交换协议。以军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哈马斯。然而，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称，在与内塔尼亚胡会晤之后，以色列已经接受一项关于加沙地带停火和释放人质的过渡协议。仅相隔一天，以色列总理再度改口，此举遭到多方的批评。内塔尼亚胡20号在会见以方被扣押人员家属时称，不确定是否会达成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人员的交换协议。即便达成协议，该协议也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他还重申，以色列不会放弃在加沙地带拥有的战略资产，比如费城走廊，来换取与哈马斯达成协议。אנחנו גם במקביל עושים מאמץ להחזיר את החטופים בתנאים שיאפשרו את מקסום מספר החטופים המשוחררים בשלב הראשון. אני אומר את זה בצורה ברורה, זה יעד שאני הצבתי, אבל הדבר הנוסף הוא לשמר את הנכסים הביטחוניים האסטרטגיים שלנו מול לחצים גדולים, מבית ומן החוץ, ואנחנו עומדים בו. 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特拉维夫的会晤之后，他还表示，以色列正在努力要求释放尽可能多的人质。布林肯在记者会上也声称，内塔尼亚胡确认以色列将接受停火协议的提案。此番谈判后的改口，内塔尼亚胡遭到多方的批评。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家属严厉指责称，他在抛弃被扣押人员，任由他们在加沙自生自灭。以色列反对党领袖拉皮德也批评称，内塔尼亚胡破坏谈判的所有企图都应该停止。另有美国官员批评内塔尼亚胡关于坚持控制费城走廊的想法，对达成停火协议毫无建设性，称这种言论只会危及谈判的进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举行会谈。此次苏林访华取得显著成果，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19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举行会谈。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关于党校、互联互通、工业、金融、海关检验检疫、卫生、新闻机构和媒体、地方、民生等领域14项双边合作文件。苏林访华期间，双方还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苏林此次访华是中越两党两国之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一次高层交往。面对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苏林此访对外释放的信号不同寻常，明确表达了越南将中国作为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这一定位。中方也是高规格热情接待了苏林此访，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一系列重要的合作共识和丰富的合作成果，这表明双方战略互信达到了新的高度，互利合作正在全面走向深入，这就赋予了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实质性的内涵。两国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也正在扎实的稳步的推进。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苏林访华期间，中越举行了2场重要的茶叙。19号下午签字仪式后，习近平亲切地邀请苏林进行了茶叙，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就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继续进行深入交流。当天上午，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也在人民大会堂与陪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苏林夫人吴芳黎茶叙。茶叙外交折射出的是双方深情厚谊。中越间的高层交往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政治动力，提供了政治引领。那么这次两国领导人的茶叙和参与的一些文化活动安排，也突出体现了这一特征。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苏林访华取得的成果十分显著，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中越签署了14项协议，进一步助推了中越间务实合作。其中就包括关于越南老街、河内海防标准轨铁路线路规划立项援越项目结果档案移交证明书，越南交通运输部与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关于亮山河内和芒街下龙河内2条标准轨铁路规划技术援助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公函。其他签署的协议还包括两国央行、媒体、卫生、民生以及椰子、榴莲、鳄鱼出口与检疫之间的合作。
此次中越签署关于标准化铁路线路规划和可行性研究的文件，标志着中越两国朝着升级跨境铁路连接迈出新一步。今年4月，越南计划投资部表示，计划在2030年之前，优先在北方修建2条连接首都河内与中国的高铁，分别直抵广西和云南，带动两国之间产业的协同发展。中越之间的铁路连接历史超过100年，但由于越南境内铁路仍是法国殖民时期修筑的1000毫米窄轨，轨距与中国的1435毫米标准轨不同，旅客和货物过境时都需要换乘。越南未来以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标准轨改建其铁路，将推动双边贸易更为顺畅。外界也注意到，中越领导人会谈时都强调要妥善管控海上分歧，而中越两军高层交往及海军交流持续进行。国防部长董军20号在京会见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董军说，中越两军应保持双方政治工作、人员培训、联演联训、国际协作等领域合作势头，不断扩大新领域，丰富新内涵，推动两军合作取得更多务实的成果。潘文江说，越方愿与中方继续加强两军在团组互访、边境友好交流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高度。就在苏林访华前夕，越南海军舰艇陈兴道号导弹护卫舰8月7号抵达湛江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5天的访问交流活动。访问期间，中越两国海军组织了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化交流等活动，增进了中越海军互相了解与信任，加深了双方友谊。去年5月，中国海军戚继光号训练舰也曾抵达越南岘港访问。有分析认为，中越军舰实现互访，体现出中越关系良好。而在一些域外国家搅局亚太的背景下，中越两国务实合作、管控分歧，更体现出两国不让分歧影响两国发展大局的决心。距离2024年美国大选仅剩3个月之际，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今天进入第2天。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现身会场，并发表演讲，为哈里斯站台助威。Because we have a chance to elect someone who has spent her entire life trying to give people the same chances America gave her. Someone who sees you and hears you and will get up every single day and fight for you.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Kamala Harris. 哈里斯的丈夫也现身大会现场，在夸赞妻子的同时，还不忘使用和哈里斯一样的用词懦夫来呛声特朗普。And she know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a coward is to take him head on, because we all know cowards are weak, and Kamala Harris can smell weakness. She doesn't tolerate any BS. You've all seen that look, and you know that look I'm talking about. 按照民主党传统，获提名人选通常会在大会的最后一天才发表演说，但哈里斯首日就现身，被形容为出人意料。Good evening, and I want to kick us off by celebrating our incredible President Joe Biden, who will be speaking later tonight. Joe, thank you for your historic leadership. 为了让选民更加了解并支持哈里斯，在大会首日现身的现任总统拜登也开启夸夸模式。Are you ready to vote for democracy and for America? Let me ask you, are you ready to elect Kamala Harris and Tim Walz? 拜登在当晚的演讲中总结了自己过去4年的政绩，但最大的篇幅花在有关加沙战事的方面，这也是他最遭选民诟病，乃至于被迫退出竞选连任的因素之一。外界注意到，拜登并没有在芝加哥停留太久，在当晚的活动结束后，他就立即与家人飞往加州度假。有分析认为，拜登在发表完带有告别意味的演讲后火速离开，是为了避免在大会上抢哈里斯的风头。不过，也有观察指，拜登迅速离开并前往远离媒体的地点度假，或许有避风头的考量。因为就在他参加民主党大会之前几个小时，美国众议院3个由共和党控制的委员会公布一份长291页的报告，表示
经调查，2014年至今，拜登的家族成员及伙伴利用拜登的公共信托办公室收取外国个人或实体超过2700万美元，并成立空壳公司，隐瞒这些资金以逃避审查。这意味着美国众院已经完成对拜登的弹劾调查，目前尚不清楚会否在11月总统大选前展开弹劾程序。不过，即使弹劾案在众院过关，也注定无法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通过。这一负面消息在民主党大会当天公布，势必对民主党的声势造成一定打击。据悉，民主党大会首日吸引了约5万人参与，除了数千名媒体人士、众多的娱乐界大腕，还有约200名网红现场直播为大会造势。I believe leaders must possess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but with the full awareness that none of us has all the answers. And in fact, some of the best answers often come from members of the team. 哈里斯当晚一出场就赢得全场欢呼，她在台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除了感谢拜登，哈里斯还告诉支持者要为所珍视的理想而奋斗。而与场内热闹开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1000名示威者在民主党大会会场外抗议美国政府的巴以政策，并敦促美国政府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避免更多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妇女儿童遭到屠杀。End the U.S.-funded Israeli genocide on the Palestinian people. Let all humanitarian aid into Gaza. I don't think I'm waiting for anything to hear from her. I'm waiting to see action from Kamala, and we haven't seen any action from Kamala towards ending the war in Israel. So it's really more action than words that I'm looking for, and I'm not really expecting anything from her at this time. 民主党大会召开首日，已有多名抗议者冲闯会场后遭到警方拘捕。芝加哥警方表示，在接下来的几天，制止示威者闯入大会仍将是警方的工作焦点。日前，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11月大选中获胜，他将邀请本次大选坚定支持者之一的特斯拉 CEO 马斯克担任一个政府职务。对此，马斯克在社交媒体 X 平台积极回应说：“我愿意效劳。”马斯克还附上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他站在以美国国旗为背景的讲台上，讲台上站着政府效率部及缩写 DOGE 字样。马斯克曾向特朗普建议，希望未来可以成立政府效率委员会，确保美国纳税人的钱可以花在正确的地方。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称，虽然马斯克以开玩笑的方式回应了特朗普的职务邀约，但鉴于两人此前的言行来看，马斯克未来加入特朗普政府并非不可能。